在生活中，我是一个好妈妈，保持最佳状态。我更重视健康和保养。五洲鲜衣是药厂直接把关，我相信它，更采用国际大厂原料，工厂直营，品质优先，价格实在。聪明选，安心吃，你向上网单的底价卡点位0800525959，我爱五洲，五洲爱健康，五洲鲜衣。Dua, i Tagaraw Sipe, Tanutina Pawanzuko, Tanda Tongya na dua, Tanda Padangaran na dua, Tagadu Tajua。在原住民日，我们来到山来跟他致谢，也希望我们的祖灵让台湾原住民在台湾都能够平安的生活。3092。阿嬷随时会想到我，我在台中银行办事情啊。你有登来台中哦？台北的台中银行啊。可是我没有办法随时回应他。请你继续。我无闲，身体嘛是爱顾。我知道这一份互相的关心随时都在。台中银行。
无时无刻，永信药品总是在乎您的健康，生产药品、保健品陪伴您超过70个年头，超过100亿颗药锭照护您的健康，更承诺在未来的每一刻，全方位守护你的健康生活。永信药品。洗米露，开始就挺热血的，刚刚好的电解质，解身体的壳，我咖喱水的，宝矿力水的，完美的面包。谁打龙年药？是红酥软 Q 药？是完美口感药？是要全神贯注。你是在捏面团还是在捏面人？玛丽汉 Plus 提升专注力、续航力，把台湾人的精气神都给我提起来！维士比玛丽汉 Plus 好吃到上天堂。你说什么？7月17到20日，世界目光将注视屏东大埔湾2025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让我们一起见证沙排魅力。好的，欢迎再回到由中华排协主办的 AVC 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的现场直播。那么在赛午的赛程呢结束之后呢，马上下午呢同样会为各位送上4场比赛。那在1点30分呢会看到的对战组合呢，将是由这个印尼的1队。那的2位选手呢，要面对已经在上午呢有出战过我们台湾2队的这个于亚轩以及潘姿怡。那于亚轩以及潘姿怡呢，在第1场比赛啊，其实面对到日本的马出摩头姐妹花呢，其实打得相当的辛苦，所以在这个所处的分组当中呢，当然这场比赛呢就有一些输不得的压力了。那这次的比赛地点呢，是在屏东县的东港、大鹏湾、青州、滨海游憩区这边。哇，一共6个场地，阳光沙滩排球赛，这是对于喜爱排球的朋友来说呢，是再好不过的环境。你好，我是主播钱伟成，很开心为您邀请的是郭川荣教练。教练你好。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对。待会呢，教练要陪我们一起欣赏了下午的4场比赛。那刚才跟这个教练也在私底下聊啊，就说就是可能在教练的经验当中，室内的排球呢，跟进入到这个沙滩的排球，其实对于选手来讲，这样子的转换需要去做什么样的适应，或者是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啊，沙地的话本身就是因为沙地软在上面移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技能要全能，对你像室内的话有 L。就有人帮你接球，你就打快攻就不用接球。那沙滩的话，你就必须要全能，能举能打，
能救球、能发球。是。对于室内排球的选手来讲，可能有些工作呢是可以等于是团队的运动啦，有些这种不管是在攻防的两端上，其实都是各司其职。是。但是来到了沙滩排球的环境里面，2个人要 cover 全场，然后真的什么事情都要做，你要会进攻，你要会做球，然后你要会防守，你要会接发，哇，有太多。所以其实相较起来，刚才说，其实但是。在路径的选择上，可能还是要先从室内先把基本功打好之后，才能来到这个沙滩排球的战场上。其实老师过去呢有多年的带我们中华队的经验哦，而且在老师的带领之下，其实我们在国际赛也打出不俗的成绩哦。是，对。老师可以跟我们报告一下我们的战绩如何？报告，那时候有启动那个长期培训的话，2018到2020这个部分，像。女生的话就有得到3金1银1铜，那男生的话就是得牌数有2银1铜，其实成绩是蛮不错的。但是最终的话就是在亚锦赛、在亚运的那一刹，就是差那几颗球就无法进前4，这是相当可惜的。对。所以其实对于台湾的在排球运动上面来讲，由于这个沙滩排球呢，现在也成为了奥运的比赛项目，所以对于所有的参与排球运动的这些选手来讲，等于再多了一条路。是。所以在老师这样看起来啊，因为这一次呢比赛呢，我们派出4支的代表队来参加。2025年的这个台州银行的亚洲沙滩排球的公开赛，那这也是第4度这项这个亚巡呢来到了台湾的战场上。那如果就说从室内的选手要转到沙滩排球这样子的一个转换的阵痛期，在你的经验上面来说，大概会需要多长的时间，还是可以直接无缝接轨呢？基本上还是需要，因为沙滩排球是比较新的，像虚弓不能用指腹吊球，这个部分的话就要练很久。对，再来就是举球方面要特别的需要举出好球，就像我们防守起来跟接发球起来的修正啊，看谁的举的球比较漂亮，那你的攻击可以发挥，那相对的你胜率就会比较。能提升这样子。对，而且比赛环境每一个场地啊，可能尤其第一个我们先谈温度。对。这个较热的环境，可能在室内养尊处优的室内排球选手，突然一下可能会有些不太适应了。是，还有风，还会下雨。对，还有风，还会下雨。那说到风，这也是今天在下午的比赛呢，可能选手如果上午有出战的话，这个比赛的环境可以说是大不同。然后从早上8点30分的第一场比赛一路比到现在，风势就是只有增强没有减弱。没错。那现在已经来到了下午的1点半了，那现场的风势又比白天中午之前呢又再强上了一些。那所以对于上午有比赛的球员，可能又要再去做一些临场的调整。那我刚刚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话题，其实就是因为于亚轩以及潘姿怡呢，在待会马上要出战，上午他们是比第一场，然后下午又比第一场，这完全不同的比赛环境，能不能做出一个适时的调整呢？这可能会是比赛的关键。好，现在这场比赛呢，准备要来进行球员介绍，我们把声音交给现场。中华队。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2025 ABC Taichung Bank Beach Tour Pingtung Open. Match number 14, Indonesia vs Chinese Taipei. 为您介绍本场比赛裁判人员。Pres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eferees. 第一裁判 The first referee is Mr. Hasim from India. 来自印度。第二裁判 The second referee is Mr. 吴明富 from Chinese Taipei. 来自中华台北。为您介绍双方球队阵容。Presentation of the players. 印尼队 Team Indonesia. Number 1, Sari Noor. Number 2, Ratnasari Desi. 接着介绍中华台北队 Team Chinese Taipei. Number 1, 于雅轩。Number 2, 潘姿怡。好的，那么在现场的主持人呢 announce 完2队参赛的球员进入场内之后呢，待会这场比赛呢也要正式的开战了。那如果是说到在这一次，或者是目前呢，在整个
积分上面的表现来说啊，现在这一次于亚轩呢，以及潘姿怡所面对的对手啊，也是在这一次所有参赛的名单当中呢，排在第12名。然后他们目前累积的也有来到了460分的积分，所以等于在这次的参赛的队伍当中呢，也可以算是大概中间偏上的这个实力强度。没错。好，一开始呢，先由我们拿下了第1分，哎呀，马上就发球失误还了回去。其实积分这个部分的话，其实要多参赛。对，因为你没有比赛的话，就是没有积分。对。所以你积分越少的话，你会一开始如果假设你遇国际赛的话，你会先遇到强者。对。一个是会遇到强者，一个是可能没有这个太好的资格可以参加国际赛。没错，没错。对。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都是要拼奥运的机会，就是要一战一战，而且慢慢积分累积之后呢，你能够打的比赛的等级也就越来越强。好，印尼的组合 ，Nursari 的发球被接了下来。哇，可以看到印尼的这对搭档啊，其实在赛前的时候呢，其实大概半个小时之前，他们就已经在这边来进行练习了。没错，其实可以看到，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机动性，尤其在他们攻击的火力上面，其实是蛮有火候的。没错，基本上是这个印尼队的话，戴帽子那个是比较资深的，这个绑马尾的这一个是比较年轻的。是。那他们的打法几乎都是退防守比较快，像刚刚主播讲的，他的机动性非常好，所以他退守这个部分是非常多，所以他能力非常强。是。所以于亚轩跟黑牛的话，要做一个思考，是否是球稍微举靠网一点。嗯哼，对。哇，现在在一开始的分数上面啊，刚才小被拉开了，目前4比2。在第一场比赛啊，其实亚轩呢以及姿怡是13比21、18比21啊，是直落尔遭到这个对手呢，让对手拿下了第1胜。这边这一球应该是在界内 ，nice， 刚好打线。所以老师方才说，在印尼这边比较退往防守的话，就是不会再往前去进行拦网的动作嘛。哦。那这样子的防守的阵型的优劣势会是在哪里？他们退守的话是基本上是2个人下去守后防。如果你前篮的话，就是1个人在守后防，那面积比较大。是，对，而且他们退守了往前守小球的能力应该也相当不错。是，对，就等于有点像是篮球场上的区域防守的概念。是。好，现在战成了4比4的平手。可惜了，其实沙滩排球就是有一点靠线、靠边线，让他必须移动，或是扑下去接球，产生一传不好，然后变成2传就有困难度。对，就是利用一开始的发球去造成对方这个，也可以说是举球的这个质量没有这么好。对。好。哇，刚好越过这个姿怡的防守，这个亚轩的防守是。这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细部的虚攻的精准度。对。又回到了2分差，很好。哇，第一时间的攻击，看这球做得如何？好球哦！黑妞一个好的开始，做一个突破，让对方防守说他的专注度不是在第3颗，反而就是破坏他们的防守，然后造成对方送过来的话，就是黑妞有一个机会再做一个组合攻击的。对，等于也破坏了他们的防守阵型。其实可以建议他们可以多打。又是越过了亚轩的防守线。是。他们打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打的都是边角离线很近，所以你防守的距离要相当的远。对。所以这也是沙滩排球的美角之一啊。嘿，老师这个上课有要听啊，回去做勤收，听到我们转播的时候，这个要做个笔记记下来。在印尼的这2位选手看起来啊，这个弹跳的能力呢也相当的棒。是。8比5了。
来一个，哇，这一球够凶够狠啊！这个时刻的确是拉开比分了，9-5。所以在前运上面呢，其实对于亚轩以及资怡来讲，好像并不是特别的好。都面对呢赛会啊，就实力比较坚强的这个团队组合。其实亚轩跟黑妞已经搭很久，他们曾经在2019有那个亚锦赛对到日本一队，也曾经赢过他们一局，打得非常漂亮，而且对方的教练来称赞2位选手，对，而且日本是一队哦，是，对。不过就是因为现在没有长期的在训练的话，就靠一些经验来打，可能会比较吃亏的一点。所以老师也提到了一个关键啦，就是说在训练上面呢，还是要这个不管是训练或是参赛的量，真的是要够。对。被接了下来，一个小球没有办法扑接到。现在看起来呢，这个 Daisy 以及 Nursery 是慢慢进入到比赛的中段之后呢，已经掌控了比赛，可能也掌控到了就是台湾队亚轩跟资怡的一个这种防守的模式啦，也可以这么说。哇，接发没有接好。要知道亚轩跟资怡其实真的非常的努力啊！刚才因为我们的表定是1点30分才开始展开比赛，但是他们好像是12点多就已经在开始暖身了，要慢慢把状态给找回来。2个人往前短兵相接，再来做一个组织，哇，这还是真的感觉实力有差啊！就在要稳定下来，稳定下来。如果有机会要突破，先试试看，破坏他们的第3颗防守的节奏。发球非常漂亮。好，虽然一开始接的不够流畅，但最终呢还是靠自己的能力把这个分数拿下来。哇，这段修正的很棒，攻击的也很到位。是。抓到了，机会来了，有救到。黑牛来一个，没有，可惜了。哇，现在两边呢是已经来到了倍数的分差。哇，从这个角度，当然第一个包括身高，第二个就是弹跳能力。导播刚才带这个镜头，其实就看得很清楚了。所以有的时候当然是可以利用你的这种敏捷啊、速度，甚至是技巧来弥补一些身材上的不足，但身材这个部分就真的是弥补不回来了。调整一下吧。对。先把1跟2先做好。对，先接好，如果有机会就做突破。对。然后去影响他们前挡后防，或是他直接退守的节奏。就还是要一步一步来啦，先把这个按部就班的先把接发球的这个工作呢先给做好，然后发球的稳定性呢保持住，这样才有机会慢慢把这个分数给咬上来。亚轩跟资怡在2023年呢，其实也能够打进到8强的行列当中，所以他们是有着这个参赛的经验的，以及作战的经验。赶快起身，好球！哇，这真的是运气蛮好的啊！同队的队友，他在笑什么呢？他在笑他队友，有点脚步没站稳啊，小滑垒了一下。是。
对了，他全场的人都不能笑，他有资格笑，因为是队友，没关系。再怎么讲，他也是大学姐。对，是，没错，没错，没错。我相信每个国家呢，在这个体育圈里面呢，这种伦理辈分的规矩啊，或者是文化传统，应该都还蛮类似的。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在沙滩排球虽然是2两1组啊，有的时候不同的搭配，因为个人的积分是可以累积到团体的积分里面。排名对，所以其实呢就是对于排协来说啊，就是说或者是主训的这个团队来说，是可以想办法去做一些分配啦，看不同的比赛，可能老的带小的，或者是2个年轻的，或者是重要的比赛2个最强的，就是说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组队的策略啊。对。打到后场，这一颗有机会哦。来，好球，应该是在界内落地。没错，没错。我们沙滩排球的话，除了强击以外，曲弓以外，还有一个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切扣。哦，切扣。对，就是对它的正面，然后做一个半颗的切扣，让它往外走，不要让它正面防守到。等于有点类似这种变线的进攻。对，那也是一个不错、好用的一个武器。但排球就是这样啊，你在攻击端，只要能够在空中呢多停留个0点几秒的时间，你真的就能够判断防守的不管是站位还是他的企图在哪里，都能够判断得出来。17比8了。好球，好一个这个反应就够快了。对，有机会就多用，不要再看分数了。在比分大幅度的落后情况底下，我非常认同老师所说的，现在就先把自己的状态，然后短期的目标先给建立好，对，先一分一分得，然后把好球给打出来，建立信心。是。那反正下一局砍掉重练了，没错，这个你都不晓得战况会怎么样发展。假设如果下一局的话，就其实互相讨论，于小轩有拦网的话，我就要去设定守他的过手小球。对，就要去设定，对。不过沙滩排球真的蛮考验选手的经验、抗压能力以及临场反应，而且在场边呢，其实是没有这个教练来给予临场指导的啦。所以选手真的就是第一个默契，第二个就是彼此之间的这个要建立一个很好的、良好的沟通，就是你观察到的东西，你就要赶快share出来，我们要怎么样调整试看看。包含体力跟晒太阳的那一个思考，有时候晒晕的话，那个思考能力就没有。对，没错。对，他看教练有没有技术上的一些偷偷的指导也可以。对，其实没有抓得那么严格。对，就是在这个国外比赛的时候，你在旁边的观众席大喊，其实裁判也不一定听得懂。对，队以21比9赢得第一局。所以 End of the first set, 21-9, Team Indonesia won。这个速度真的是比较快啊，就结束了第一局的战局，21比9，这是大比分差。那方才我们提到呢，这对组合呢，在这一次所有的参赛的球队当中啊，460分并不是最前面的 Top 10的，因为能够在1000分以上的大概是有9队了。那如果能够在460分的话，是排在第12名。不过也能够看得出来，因为460分其实就可以看得到，就说他至少参加了不少的比赛的赛事了，他们累积了很多的经验。相较起台湾的这个团队来讲啊，就说可能不是不够厉害，也不是积分不够多，真的就像老师刚刚所说，就是可能打的比赛不够了。对，因为你比赛多的话，你的在那个强度之下，你会慢慢的去进步。那强度够，因为如果你在台湾的话，跟自己台湾的人打，那个强度不到那里，反而就是进步的空间会比较小一点。好，第2局的比赛，看看能不能去做一些临场的战术上面的调整，被对方打了一个中后场，又的确
真的都是在边边角角的位置。刚刚周教练有偷偷的传讯息给球员，我希望能赢一局下来。对。好球，好一个切扣。对。今天子怡啊，在攻击上面呢、其实有不少的精彩好球出现。1比1。哇，刚好是压在线上，打得刚好在线上，真的是。所以代表他们对于现场，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现场风势很大，在2个不同的半场里面啊，他们的这个适应能力真的都还蛮不错的。基本上他们的手感非常的好。对。好，目前比分是咬着的。他选的发球，好的，这球发得不错，哇，没能够守住。尤其是这个年轻的 Rosario， 其实他的这个机动性跟他的弹跳能力啊，真的是相当好。而且印尼队有没有发现，他没有打出去，他是打中间。对，然后打扇形的2边，对。等于就是在中间，坐在中间的位置往2边打。对，把拦网的拉到中间，你后防的人不能乱跑。对，然后另外一个空间就非常的大。是。对。啊，这幕是咱的主场，这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他们这边。不会，我们还有机会。对，我们还有机会。这球接得不差。有点太靠网，小球扑接，好球，机会。OK， 上手挡了。印尼队上手的挡球非常的好。对。哇，这就是完全判断出防守的空档在哪里。对。好，发球的直接得分。现在印尼队的发球方式刚好，风是从海上吹进来，所以它会降得比较快。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前面。对，这跟上午的风向是一样的，就是说风势是增强了，但风向其实并没有改变。对，所以在面对这个海洋的这个进攻方向的话，其实都还是处于逆风的状态。没错。所以现在画面上看到子怡啊，在发球这边就是顺风的方向。对，要注意奥赛这个部分。哇，反而是挂网。好，发球出界。贾轩跟子怡在这个所处的这个组别当中啊，就是一个大魔王，一个小魔王、大魔王日本的这个团队呢，马祖摩托姐妹花呢是赛会的第4种子，那现在所面对到的是第12种子。基本上这2队都在国际赛都一直有在比赛，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他们的经验就比较好一点点。好球，打他的外侧手。哇，连续2个人啊，其实这个都是挂在网上，在顺风边上呢，想要控制力道，能够刚好过网下坠，但这就是一翻2瞪眼。对。不过在第2局的分数发展上啊，目前看起来还算健康啊，就是说分数其实并没有非常快的被拉开，现在还算能够咬住的。
先 hold 住对一波，有机会就突破。哇，这一颗球举得太开。现在这个可能就是关键的时刻了，没有撑住，被拉到这个5分6分，可能慢慢就会失去这种战斗意志。所以先来看这一球，先把分数拿下来，被挡回来，再做第一时间的进攻。好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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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展现了韧性，硬是把这球啊给磨了回来。哇，换了一边之后还是罚球挂网，连续3次的罚球挂网了。我想黑妞跟亚轩发球再放慢一点。嗯，对，是自己失误太多。等于是让对方呢兵不血刃啊。对，就靠了发球的失误呢拿了3分。这球防守的精彩，黑妞再往前点一个没有。对方也是抓第一时间进攻，应该是没有落在界内。好赛，差一点点。其实他的准度是差一点点，这样打这一颗是算 OK 的。对对，非常接近，非常接近，非常接近。重点是这个意图也是对的。对，哇，还是罚球失误啊！真的。现在突然一下呢。在发球的这一门技巧上，2位球员都有点卡关了。没错。好球。这个应该可以给亚轩呢找回一些自信心。我想，因为他退手的话，你的球速太慢，挥臂太慢的话，那球速太慢，让他比较容易挡起来。那挥臂的话，加速让球速更快一点，让他还没有反应过来，让他有机会就是造成球喷走。对。相较起第1局，现在第2局的这个分数的发展啊，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所以你看现在的这个分数状态啊，当然这是有点事后诸葛哦，就是说如果这个发球的失误不要出现的话，当然也不一定取分，但是发球失误不出现的话，现在搞不好真的分数会更焦灼了。对，至少你发球过去的话，他也有工作，不要说直接过网。对，哎，不过要从发球开始，要慢慢调整。嗯哼，对。好，也希望这个技术暂停啊，刚好也可以给我们这个台湾的2队于亚轩以及潘姿怡呢，有时间呢再去整理一下、调整一下。是。好，技术暂停回来。球接得不错，所以timing有抓到，这就是老师讲的，先把1、2、3都给做好啊。而且亚轩他做一个切扣，就是外侧防守，不要让他双手在上面防守，造成他喷走。对对，漂亮。还能够救起来，哇，牛的反应够快哦，打到网袋。好，这样的进攻，哎呀，可惜了。对，这是一个不错的来回啊，双方都展现了无比的拼劲，比较开网一点。是。
得不说，对方这个发球啊，真的的确是发的相当的到位。没错。但黑妞的反应也很快，也很快，知道这球呢一定会打在网上。对。哇，很可惜。亚轩要做一个顶球，要顶那个外侧，他可能那个球已经放在他的太左边了，应该要放在他球下面才有办法往外顶。对，所以这一个部分就差一步这样子，真的不容易啊。对，本身在无风无雨的情况底下，有的时候选手还是这个久久会这个突锤一次。是，那何况是在现在啊这种风势呢不断在增强的比赛现场。啊，还是再次的提醒大家，这次的这个已经是第4度呢 ，ABC 亚洲沙滩排球的公开赛呢，在台湾来举办。那这一次来到了屏东，所以观众朋友呢有兴趣的话呢，是有空，然后距离也是南部的观众朋友的话呢，有机会可以前往屏东县的东港、大鹏湾、青州滨海游憩区。那这边的沙滩呢，听说也是才这个重新的整理啦，然后开始这个对外开放，所以这边整片的沙滩啊、这个海域啊，其实相当的干净。好，好球 ，OK， 有了啦。亚轩这一颗举得非常漂亮，一分一分慢慢追，4分的差距。哦，这虽然是2人沙滩排球，但是这对组合啊的分工其实也蛮明确的。没错。那基本上老将呢就负责做球，然后负责防守。那大部分的进攻的光环呢都留给 Noor Sari。哇，这一颗举球有一点举太外面。已经靠近标杆外的位置啊，没有什么进攻的角度了。17比11。好球！这一颗他打一个背后，然后做一个外侧切扣，外侧切扣。相当的漂亮，对，这就是老师讲的，要往左右两边的边角啊，来去设定攻击。对，好球，小球，哇，够有经验。印尼队他前面放小球放蛮多的哦，其实中华队赶快去设定这一颗。OK， 好球，漂亮，这个当然漂亮。机会了就不要放过，这一颗球有点靠网。起跳的时间抓得恰到好处，但现在还是有着5分的落后。对方差3分啊，就可以直落拿到分组的这一场胜利。有，放了，要放球了，哇，可惜了。今天有许多的这个分数啊，都蛮可惜的。对，这一缸印尼队有一点挤过来，亚轩没有把握的机会。
哇，就是过手的小球。郑美丽来两边啊，现在尤其在印尼的这对搭档上面啊，应该是率先听牌了。好。 最终，台湾2队啊，我们的于雅轩以及潘姿怡在第2局呢，就是21比13。虽然相较起首局的赛事啊，多了4分，但最终呢，还是不幸呢输给了印尼的这个 Daisy Ratnasari 那以及 Nursari 这一对搭档。那对于雅轩以及姿怡来说，可能这个分组因为已经吞下了2连败了啦。 那连续输给了同组的2支团队的话，那可能进入到接下来的16强，应该就是没有机会了。不过在比赛当中呢，能够借由这次的赛会啊，面对到不同国家的团队，然后可以吸收到更多的经验，就算是输球，也都是能够留下一个很好的经验以及回忆。那在待会呢，我们还会有持续送上女子组的比赛呢，这会是泰国要对上澳洲的。今天在上午呢也有出赛的Cologne 以及 Palasi， 那也恳请待会观众朋友要持续锁定我们的现场直播服务。